他以为再不会心动，却被一个凡人夺魂，侯明昊重生后的最大危机。他以为不会再心动的人，却在命运转折处出现。侯明昊从来不是个会轻易动情的人，这一点身边所有人都认同。他骨子里冷沉，看似与外界保持着天然距离。然而谁都没想到，100年前那个最沉稳的灵族灵君，在重生后最大的危机，竟会来自一个凡人少女。而更讽刺的是，那少女竟和他曾经最信任也最痛恨的旧爱安宁有着几乎一致的眉眼。当他再度睁开眼，看清那个误闯封印的少女时，胸口仿佛被人重击，不是痛，而是久违的悸动。他以为再不会心动，却被一个凡人夺魂。命运这东西，往往就喜欢在人最疲惫的时候重新翻盘。100年前的灵界，三族格局稳固，人妖灵各守疆域，哪怕偶有冲突，也能维持勉强的和平。而在一切族群之中，红叶灵族的最强灵君始终是稳定的中心。他冷静、克制、有责任感，也最懂得权衡。在妖族叛乱、人族扩张、灵族内部争权这些潮涌般的危机里，他永远是那个能站在最前面，让风暴归于沉寂的存在。另一边，人族皇庭中的公主安宁是所有人心中最明亮的珍珠。她冷静聪慧，不贪权，不争宠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判断。许多人都相信，如果要选一对足以改变时代的组合，那一定是红叶与安宁。两个原本不会有交集的灵魂，却在一次联合行动中相识，互相试探，互相谨慎，在并肩经历生死后，被一点点打破。他们在别人面前沉稳，却在彼此面前卸下所有防备。大婚之日堪称3界盛典，各族来宾云集，长空亮得不像凡日，烟火如瀑。但就在最华丽的一刻，那一刀落下，安宁的剑刺穿红叶的心脏，没有犹豫，没有颤抖，仿佛练习了1000万次。红叶倒下前最后的那一眼，没有愤怒，只有心碎，以及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。鲜血染满祭天石阶，整个未来在那一瞬崩塌。红叶的灵魂被封印100年，而那一刀的真相也被彻底埋入尘埃。100年更迭，人族的皇权换了几次，妖族内部的权力也轮转不止。但无论哪族，都在追逐同一件东西——玉里神拳。这是残存自上古的力量源泉，承载着欲望。谁掌握它，谁就掌握颠覆世界的力量。但力量越大，代价越可怕。神权让强者更强，也让野心变得无法控制。它成了三族共同的梦魇。人族渴望用它巩固统治，妖族想借它扭转局势。灵族衰弱后，只剩沉睡100年的红叶宛如最后的中立者。世界就像一锅被按住的沸水，表面平静，下面全是滚烫的暗流。逍遥，一个看似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凡人少女，没有氏族背景，也没修炼天赋，从小跟着父亲走江湖，喜欢热闹，爱说爱笑，甚至有点冒失。但越是看似普通的人，往往越藏着改变世界的秘密。他是半人半灵，父亲为了保护他，从未告诉他真相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踏入了封印红叶的幽冥洞。封印在他的触碰下破裂，像是沉睡100年的灵魂被人突然叫醒。封印破碎的光芒散去，红叶睁开眼的第一刻，看见的不是仇人，却是那张与安宁极为相似的脸。逍遥愣了3秒，先道歉：“哎，我该不会走错洞了吧？”完全不符合宿命感的开场，让红叶100年来冰封的情绪出现第一道裂痕。重生对红叶而言，不是复苏，而是挣扎。100年孤寂洗去了他的温柔，只剩下锋芒与冰冷。他为自己制定了3条铁则：永不再信任人族，必须夺回玉里神拳，灵族必须重新崛起。但当他面对逍遥时，他的戒律开始松动。他像安宁，却又完全不像安宁。他不算计，他不畏惧，他不贪婪。他的天真甚至让妖族都头疼。他试过杀他，却在关键一瞬止住了。不是犹豫，而是做不到。
它像一把钝刀，撞在他百年的肩壳上，让他开始感到痛。而痛是活着的证明。为了查清他的身份，红叶将逍遥带往万灵谷。妖族向来嚣张，可在逍遥的好奇心攻击下彻底崩溃。哇，你们这尾巴是真的？我摸一下成吗？你的脚会不会痛？我轻轻戳戳看。离我远点。人类都这么可怕的吗？妖族满谷狂奔，比遭袭击时还混乱。红叶站在远处，脸色是冷的，但胸口像被什么撞开了一道缝。当长老确定逍遥体内有灵族血脉时，全谷震惊。红叶也意识到，他可能与100年前那一刀有关。在真相查清前，他只能将她留在身边，一个他无法控制，却又越来越离不开的女孩。古籍记载，上古神器昆仑镜碎裂后散落3界，只有半人半灵者能感应其位置。也就是说，逍遥成为寻找真相的唯一钥匙。昆仑镜与玉里神拳之间有神秘关联，要解开100年前的秘密，必须收集碎片。于是，两人踏上共同旅程，从互相警惕到不得不同行，命运像一条绳，将2个边缘人悄然绑在一起。3界交界地怪案频频，大片人口消失，妖兽变异，有人假冒灵族刺客制造混乱，神权扩散的精神污染。这些案件背后都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推着他们避开真相。红叶曾坚信所有罪恶来自人族，但越调查，他越发现欲望不分种族，这比任何敌人都让他痛苦。因为他撕裂了他维持100年的恨。而逍遥在危机中逐渐成长，从江湖少女变成值得托付后辈的战友。追查越深，真相越清晰。玉里神拳赋予力量，但会反噬灵魂。靠近他的人几乎都会被欲望吞噬。甚至100年前安宁那一刀，也许并非他本意。红叶第一次开始怀疑，那一天他真的想杀我吗？100年恨意松动，却带来更深的痛。因为一旦恨消失，他只剩下失去挚爱的巨大空洞。旅途中，逍遥的灵力被激活，但他的力量与众不同，不是靠修炼，也不是靠欲望，而是来自他的心。他守护善意、同伴和人性最柔软的部分。他从不渴望权力，也不因力量膨胀。他的存在就像光。他对红叶说，你不该恨所有人族，你该恨的是那些被欲望控制的人。这句话让红叶沉默许久。他不是安宁的影子，他是自己的光。一次激战中，逍遥为了救红叶差点丧命。那一瞬，红叶第一次恐惧得无法呼吸。他突然明白，自己真正害怕的不是失去权力，而是再次失去重要之人。所有碎片集齐后，昆仑镜显现完整力量。凡人少女与众生灵君，从互相怀疑到彼此依靠，在满是裂痕的世界里，找到了属于他们的那束光。感谢你能坚持看到这里，你的陪伴让这段故事拥有意义。若这段旅程曾触动过你，启发过你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，也可以说说你最喜欢的角色或情节。别忘了点个关注，下一次的精彩故事，我们继续一起走下去。